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 AI 安全领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突破。每当有新的 AI 模型出来，我们心里可能都会冒出一个问题：它真的安全吗？会不会有一些我们根本没想过藏在深处的风险？好，这次我们就来拆解一项新技术，看看科学家是怎么像侦探办案一样，去找出 AI 模型背后的隐藏人格。好，问题就来了。当一个全新的 AI 模型，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一样，来到我们面前时，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发现那些我们连想都没想过，根本不知道要去哪里找的潜在危险？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整个 AI 安全领域最大的挑战之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未知的未知。目前我们在测试 AI 安全性的主流方法，其实都有一个很大的盲点，它们基本上都是被动反应式的。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我们只能去测试那些我们已经知道，而且有办法去衡量的问题。这就有点像是我们只会去抓那些已经有解药的病毒，但对于那种全新的、从来没见过的变种病毒，我们可能就完全束手无策了。为了让我们更清楚，我们来精确地定义一下这个核心问题：未知的未知。它指的就是那些全新的、可能突然就冒出来的 AI 行为。这些行为带来的风险往往非常的微妙，而且难以预测。最关键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过去那些评分标准、那些传统的测试方法，根本就抓不到它们。这边有一个比喻，我觉得非常贴切。你想象一下，要你去审查一个新的 AI 模型，就好像有人直接丢给你100万行的程式码，然后很轻松的跟你说，去把里面的安全漏洞找出来。当你根本不知道要找什么类型的漏洞时，这根本就是大海捞针，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吧？既然从头到尾地毯式搜索这么困难，那有没有更聪明的方法呢？有的。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软体工程领域，看看他们是怎么解决类似问题的。这个灵感非常关键。在软体开发的世界里，当程式码更新的时候，没有工程师会傻到把那100万行程式码全部重看一遍。他们会用一个很聪明的工具，叫做 diff。这个工具会自动帮你标示出新旧版本之间到底哪里不一样。所以他们只需要专注检查那变动的，比如说50行程式码就好，而不是在那100万行里面大海捞针。你看这个效率是不是天差远地？那这个概念能不能也应用到 AI 模型上呢？听起来很棒，对吧？直接拿个 diff 工具来比较2个 AI 模型，不就搞定了吗？但事情往往没有我们想的这么简单。这就带出了另一个更深层的难题，我把它称为跨文化翻译的难题。如果我们只是比较同一个模型的新旧版本，比如说一个基础模型跟它经过微调之后的版本，那确实很简单。这就像是比较同一本百科全书的2024年版和2025年版，大部分内容都一样，我们只需要看看新增或修改了哪些条目就好。但真正的挑战来了。当我们要比较2个架构完全不同、来自不同公司的模型时，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就像是要你去比较一本美国的百科全书和一本法国的百科全书，它们的整个结构、文化脉络，甚至可以说是内在的思考语言，都完全不同。你很难直接1对1的进行比较。我举个例子，你马上就懂了。一个很基本的翻译工具可能会把法文里面一个很特别的词叫做 dépaysement。这个词其实是在描述一种身处异国他乡时那种既新奇又有点抽离的特殊感受。但工具可能会很粗暴地把它翻译成中文的迷失方向。你看，这样一来，那个独特又新颖的文化概念就完全不见了。这个工具就会错误地告诉你，这个概念我们早就有啦，不新奇。结果最需要我们深入审查的部分就这样被忽略掉了。所以，为了解决这个棘手的翻译问题 ，Anthropic 的研究人员就开发出了一套更聪明的工具。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 AI 模型的终极翻译神器。
这个酷东西叫做专用特征交叉编码器，英文简称 DFC。你可以直接把它想象成一本超级进阶的英法双语词典。它的唯一目标就是要非常精准的去比较两个使用不同语言系统的 AI 模型，然后找出它们之间真正独特的那些差异点。这本特别的词典，它的结构设计得非常巧妙，主要由3个部分构成。首先是共享词典区，这里放的是2个模型都能理解的共同概念，比如说英文的 sun 就对应到法文的 soleil， 这部分是为了确保共同点不会被误判。接着有2个独立的专区，一个是法文限定区，专门收录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dépassement 这种法文独有的概念。最后，当然也有一个英文限定区，用来收录像 serendipity， 也就是我们说的意外发现好事的运气，这种英文特有的概念。透过这种聪明的结构，它就不会再强迫翻译，而是能精准地标示出，嘿，注意，这个概念是全新的，只存在于这个模型里面。好，那有了这把神兵利器之后，研究人员到底发现了什么惊人的东西呢？他们就像在 AI 的大脑里面找到了一些可以控制特定行为的隐藏开关。在公布他们的发现之前，我们先要了解他们是怎么确认这些东西真的是开关的。他们用了一种技术叫做操控。简单来说，就是当 AI 在生成内容的时候，研究人员可以人为的把某个特征的强度调高或调低，然后去观察 AI 的行为是不是真的产生了对应的变化。如果强度一调高，某种行为就变多，那 bingo， 这就证明了它确实是一个控制开关。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关键点，来看看实际的发现。这部分非常值得大家注意。他们首先比较了阿里巴巴的宽文模型和 Meta 的 Llama 模型，结果发现，在宽文模型中，他们找到了一个可以称为中共立场校准的特征开关。这个开关控制着模型产生亲政府宣传和进行内容审查的行为。相对地，在 Llama 模型中，他们则找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美国例外问开关。这个开关会影响模型去生成关于美国优越性的论述。值得注意的是，这2种带有强烈立场的行为开关，在对方的模型中都是不存在的，是各自独有的特征。他们还做了另一组比较，这次的对象是 OpenAI 的开源模型和 DeepSeek 的模型。在 OpenAI 的模型里，他们找到一个很独特的版权拒绝开关。当你向它索取受版权保护的内容时，这个开关就会启动，让模型拒绝提供给你。而在 DeepSeek 的模型里面，他们再一次成功地找到了前面提过的那个中共立场校准开关。这项重复验证非常的重要，它证明了这个 DFC 工具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代表这不是偶然的发现，而是真的能够在不同的模型中一致地找出相似的行为特征。OK， 讲了这么多发现，这一系列的成果对于 AI 审计的未来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不只是找到几个有趣的开关而已，它很有可能会彻底改变我们未来确保 AI 安全的整个游戏规则。我们把刚刚讲的重点快速整理一下。首先，这项技术让 AI 安全从被动反应转变为主动出击。我们不再需要等问题爆发了才去补救，而是可以事先找出潜在的风险。其次，它能帮助我们专注于关键点，把有限的人力物力集中在审查那些最新、最独特的模型行为上。而最重要的是，它天生就是为了捕捉那些未知的未知而设计的，专门用来对付那些传统测试方法完全看不到的隐形风险。这里引用一个很有感的假想情境。假设在未来的某一天，比如说2025年4月，某个模型像是 GPT-4o 更新之后，突然出现了一种很奇怪的奉承行为，就是讲话总是过度的讨好用户。这种行为上很微妙的变化，传统测试其实很难发现。但如果有了我们今天介绍的这种工具，它在模型更新的时候跑一次差异比较，就很有可能自动把这个新出现的奉承行为给
标示出来，让开发人员在模型发布前就能够介入处理。这也引发了我们最后的思考。随着 AI 模型越来越复杂，进化速度越来越快，我们开发安全工具的速度真的能跟得上吗？像 DFC 这样的工具，是不是真的足以让我们在这场竞赛中永远领先一步，在下一个类似奉承行为的未知风险出现时，就能够及时的把它拦截下来？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所有人持续关注。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我们拆解了一种名为 DFC 的 AI 模型差异比较工具，它就像一个能理解不同 AI 内部语言的超级翻译器，让我们可以不再大海捞针，而是能主动精准地找出新模型中独有的潜在的行为风险，例如那些控制政治立场或版权政策的隐藏开关。这项技术让 AI 安全从被动防守正式迈向了主动出击的时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收，我们下次见，拜拜。